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在重庆，这里属于黔江区，这也是个景区啊。今天有点运气不太好，在路上撞车了，给大家看一下。问题不是太大，像这里擦碰了一下，然后可能这里冲击一下，然后这块啊有点松动了，你看看缝隙都变大了，然后这个门呢打开就有点声音，就这个地方顶住了。 所以到时候要去弄一下。转弯的地方刚好对方啊属于逆行上来的，然后直接撞上了，我的车都快开到沟里去了。那今天我们就来开一个比较独特的东西。我们经常说男主内女主外，还有呢当家做主的是男的，而这个地方呢它是叫土家13寨，这里不一样哦，当家做主的是女的，也就是说它还保留着很古老的那种母系文化。 并且它的这个寨主呢也是女的，所以今天就来看一下女寨主这边生活的环境是什么样子的。它这里叫土家13寨，如果大家来的话，直接导航就可以了。这里经常会有表演，而且上面呢有些建筑呢基本都是吊脚楼，所以呢它这里呢就保留着很浓的那个土家文化。现在准备去看一下。一般我们称呼的母系社会。 基本上都是属于原始社会，在那个时候是按照性别和年龄进行分工的。青壮年男子担任狩猎、捕鱼和防御野兽等任务，女性呢担任采集食物、烧烤食品、缝制衣服、养育老幼等繁重任务，而老人和小孩从事辅助性的劳动。从简单的分工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女子的职责比男子从事的比较有稳定的性质。 是可靠生活的来源，因为在原始社会当中，生活还是比较困难的，因为那个时候生产力还不是太高，所以女子的地位相对来说在那个时候占了主导地位，这就是母系社会。其实保持着母系社会传统，在湖南有一个寨子也是这样的。那么这个地方被称为土家13寨，那么这里的寨主都是女的。它这里还有一个很好玩的，就是说。 我们称为13寨，但是还有一个总寨主，就相当于我们经常影视剧中看到小说一个总舵主、总堂主，下面有很多一个寨、两个寨这样的，它这里是这个意思，所以呢非常有意思。等一下再看一下总寨主的闺房，听说是可以进去看一看的。看看这里，一个鼓，很多寨子啊都有鼓，特别是表演的时候打鼓啊这些。 我们经常在电视或者其他地方说山歌，山歌，那这里呢被称为山歌的发源地，就是在这里的人呢会能歌善舞，也就是说在这边的那个寨主啊，他都是要能歌善舞的，然后选拔上当上这些寨主。我们现在去上面看一下，看看女寨主，就是这边的总寨主的。 房间是什么样的？相当于闺房，听说还拍过电视剧。这种的话，大家见过没有？这种就是水车啊。其实水车有好几个作用，一个是灌溉的作用，可以把江河里面的水弄到岸上来。这个大家如果不知道的话，兰州也有，然后其他地方很多地方都有。像这里是什么？就是相当于他们的表演，对山歌。这里是对山歌。 山歌大家很熟悉了，这里呢被称为山歌的发源地、发祥地，很有意思吧？那这个相当于吹号，这个特别是大型场面的时候，经常看到。我们看影视剧中，有什么大的场面、大的活动有这个，那这个就很明显了，这是女子出嫁的时候哭嫁，就有这种习俗嘛。女子出嫁了，她那个要哭。 当然，我们说是要高高兴兴出嫁，但是有时候不舍得父母嘛，要进入一个新的家庭，所以呢就会哭。山歌发源地，没想到山歌发源地在这个地方，经常说唱山歌、听山歌，那这里呢就是演变过去了。去上面看一下，上面写了13寨主寨主的房子。 侯天明的家，这个是当时拍影视剧的。哇，这边好多这样的古老的房子啊！当然，这个是后面新修的，这个可能是一些吊脚楼。那这个
有一些雕像，这个雕像是什么？大家了解吧？就是说当地的人在这里吃饭、喝酒、聊天、商议事情，也有可能是有什么亲戚来了在招待。磨豆腐，然后可以出去售卖的豆花、豆腐，这个已经见过很多了。看到没有？石山寨这些地方其实挺好玩的。农村啊，山区很多这种道路，可能城市人都没见过，特别是这种山寨里面呢，很多路都是靠石头，而且是沿着依山而建，所以呢，就一路一路这样上去。你看有一些游客，是不是挺好玩的？做着这种动作，钻到里面去了，都是为了来拍照的。给大家看一个东西，这个应该见过了，这个就是背篓。来到恩施这边啊，经常能够看到。一般以前都是在贵州看到的，恩施也看到了。出去采购东西也好，或者是去田地里面也好，我看到最多的就是他们用这个背玉米。现在我们体验一下。哇，估计他们这个背起来，如果装满玉米的话，我上次大概问了一个人，大概有70、80斤。所以说还是非常重的。我们平时出去可能背一个双肩包，他们出去就背个这个东西。其实这个在全国啊，现在可能用的地方不多。现在去看一下总寨主的房间是什么样子的。他这个总寨子的门是锁了，现在叫这位爷爷帮我们打开看一下。你是哪来家？我江西过来的，这个是您家是吧？是。您现在自己还住里面吗？哎，对的了。哦，那挺不错的。我开门嘛。他来帮我开门，他还住在这边。哦，开了，他是从里面开。你没说嘛？啊，没事，我先看一下。您这边哦也在里面生活。哎，对。这个是他们的家里。哦，在这里是吧？哦。这个就是滴水床。现在还有人住吗？这里没有吧？有啊。也有人住这？这是寨主的啊。啊，寨主。像这个床有多少年了？我听说有200多年。200多年。大家见过这样的没有？这个就是总寨主的闺房。可能现在不知道有没人住。这个就叫滴水床，然后上面的雕刻。其实我们看到很多景区啊有这样的老床，但是相对来讲的话，这种床的话现在很少见了，基本上在景区才能看得到。下面还有一个像那脚踏的，跟现在的席梦思是不一样的吧？其实也没想到这个床传承了200多年，大家了解了吧？总共是14个寨主，他这个呢是总寨主。那总寨主可能是不是管理这个13个寨主，然后13个寨主在管理下面的？按照正常来的说法是这样的，但是具体我们不太清楚。在这里生活多少年了？多少年了？嗯，我们都是江西在这来的。我也是江西的。江西在这来打16辈人的，200-300年的。哦，从江西迁移到过来大概200年。哎，200多年这个。这个地方挺好的。再给大家看一个东西，大家了解这个是什么吧？这个是蓑衣，是干嘛用的呢？相当于我们的雨衣啊。以前农村如果下雨的话，出去就把这个穿在身上，套在身上，然后防雨。当然，效果肯定是没有雨衣那么严实的，多少还是会淋到一点。然后头顶呢，就是那种斗笠啊，也是用那个竹子编制而成的，所以说就是这个样子。现在很少见得到了。它这里呢还有很多工具啊，我们刚才说的斗笠就是这种，就这个套在身上，然后这个呢等于是簸箕一样的装东西。它前面是厨房，它还在这里生活居住。来到这个土家13寨，非常可惜的一点就是没有看到表演。听说国庆的时候这里有大型的表演，因为离现在时间比较久，我肯定等不及了。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来看一看，看看土家族的美女还有那个帅哥是怎么表演的。听说会表演一些出嫁的，还有我们说的摆酒的各种各样的形式。